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进行 Kali Linux 渗透测试这门课程第17章的内容。那么在上一个小节里呢，我刚给大家介绍了关于 Armitage 这款工具它的一些个基本的信息、一些基本情况，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启动和使用方法。那么上一个小节呢，我给大家演示了它的这个单机启动方式，以及这个团队模式的这个启动方式。那么如果你有多个成员的话，可以先起一个这个 Team Server 起来之后呢，这个客户端机器每台客户端机器再使用这个 Armitage 这个客户端程序来连接这个 Team Server 的服务端的这个 IP 和端口。好，那么这一个小节开始呢，我们就要具体来使用这个 Armitage 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启动进入它了。打开之后，然后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使用 Armitage 来进行各种的漏洞利用、渗透测试的各种这个过程。好，那么渗透测试第一个过程，我们说就是信息收集。而在这个渗透测试这些信息收集里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收集你要渗透测试的目标系统。那么它都有哪些机器？都有哪些个 IP？ 然后这些 IP 上都有哪些个端口在开放？那么这些目标的 IP， 那么它是什么类型的操作系统？开放的端口上是针对着什么样类型的服务？然后这些服务那么使用的是什么应用程序？然后以及这些应用程序的这些个版本，比如说阿帕奇或者 IIS 是什么版本？那么这些版本的信息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那么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们要收集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先发现目标系统有哪些个 IP。有了这 IP 才能去进一步收集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信息。所以我们打开这个 Armitage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确定我们要渗透测试的这个目标它的这个 IP 地址。而在 Armitage 里面这个IP 地址的这个确定IP 地址的这个加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 Armitage 的这个 target 里面来，这个动作呢，我们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添加这个 target， 添加 IP 地址进来。所有的这个几种方法呢，都是通过这个 host 这个菜单来完成的。第一个就是添加 host， 我们可以手动的去一行一个 IP 地址，这样去一个一个的去这个输入 2.1.2。然后添加了一个，然后我们另外启动的这个 XP 的这台系统，它的 IP 地址是多少？我们为了后续演示的方便呢，先把这台机器的这个防火墙给它关掉，然后来查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21.94， 差这么远，好吧，这个21.94。那比如说我们要这个目标还有一个 192.168.21.94，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添加进来。但是呢，这个一个一个加，这肯定没得说了，这个方法大家都会了，就是一行一个 IP 地址，一行只能放一个 IP 地址。就是这已经说了 ，enter one host line 每行，那么你就一个一个往里加就完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说，如果你之前有其他的这个扫描器，比如说像 Nmap 这种扫描器，那么你扫描一个目标网段，扫描完这个目标网段之后，可能发现很多的这个机器，发现这么多的机器，然后开放了很多的端口。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扫描的结果导出成一个 XML 的这个文件，然后呢，再到这个 Armitage 里面来使用这个导入的这种方式，把你刚才通过其他扫描器导出的那个 XML 文件，可以一次性的给它导入进来。而且你在使用其他的扫描器扫描出来的这个目标网络里有多少个 IP， 每个 IP 开放了多少个端口，这些端口信息，那么甚至它这个端口上都开放了哪些服务，这些服务的信息，你也可以就一次性的都把它导入到这个 Armitage 里面来。
比如说现在我们用这个 Nmap 来扫我 192.168.21.0-24， 扫这个网段。好，我们就先这么扫吧。哦，嗨，没导出啊。我们把它这个扫描结果导出成一个这个，比如说 a.xml， 导出成一个 a.xml 文件，扫这个网段。好，扫完之后呢，我们查看一下这个 a.xml。OK， 扫出这么多的信息出来。OK， 有了一个 a.xml 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这个team 里面任何一个客户端机器上，这可以是任何一个客户端机器去做的事儿。就比如说你要扫描几个网段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工具你可以把这个工作交给你这个团队里面几个人同时去做。说这个小明，你去扫这个21.0 这个网段，然后这个汤姆你去扫22.0-24这个网段，那么大家可以同时去扫不同的网段，扫描完的结果，然后各自把各自这个扫描完的结果导入到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 Armitage 里面来。现在我们已经扫到了一个网段了，那么就可以 import 导入 a.xml open。好，导了这么多个 IP 进来，哇，还真多。OK， 成功导入了这是多少个？这个小明成功导入主机，从一个文件里面导入主机，但是没说导了多少个。我们看看这儿有数字统计吗？这儿也没有统计，反正不管了。这个虽然没有数字统计，但是所有的机器导完之后就都在这儿。往右拉，这么多，一直到这儿，得有这个十几、二十几台吧。然后如果说觉得太大，我们把它缩小点，可以再缩小点。然后如果横行看着不习惯的话，可以来一个这个圆圈型，可以这样去看，或者这个圆圈型看着不舒服，还可以这个层级型没什么变化，现在还是 reset 吧，大小 reset。然后还是这个横着放的。好，那么这是这个导入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是你一个一个 IP 地址往里敲，第二个是你通过这个扫描结果、扫描报告，然后一次性把它导入进来。那我们说 Nmap 这个扫描器导出的 XML 格式的这个结果是可以导入的，那其他的扫描器可不可以呢？其实都一样，都可以。Nmap 可以 ，NetSource 可以，然后这个 OpenVAS 可以 ，Nexpose 可以，甚至我们说 Web， 我们之前在 Web 那一章给大家介绍过两款商业版本的这个 Web 扫描器软件，一个是 AppScan， 一个是这个 AWS。那么这两款软件，甚至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还有大概得有4、5种这个扫描器，那么我在这儿就没一一列举出来。那么其他还有几种扫描器，它们生成的这个 XML 的导出的这个扫描结果，都可以导入到我们这个 Armitage 里面来，都 OK， 没问题。好，那么我们说之前你用其他扫描器扫描出来的这个结果可以在这儿导入进来，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Armitage 里面来直接运行像 Nmap 这种扫描器。而且在这个 Armitage 里面呢 ，Nmap 它还这个提前给规划好了几种扫描方式，比如说这个 ping 扫描，
那么你点 ping 扫描的话呢，就把你要扫的目标 IP， 比如说 192.168.1这个60.9，假如说扫这个 IP 的话，它也会去进行一下扫描。扫描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 60.9 在哪儿呢？应该在最后嘛。没找到。我们来一个这个快速扫描192.168，这个 ping 扫描啊，这个只是发现了这台机器，那么有可能这个没有发现任何的端口啊，这个服务啊，所以它没有这个放入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来。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就是快速扫描，再重新扫一下这个 IP 60.9。这样的话就发现了一堆端口。既然已经发现端口了呢，那么60.9就这台机器就会进来了。因为 ping 扫描只是说看这个 IP 在不在，具体什么端口都没有，这些信息都没有的话，它还没进来。有了这个端口信息的话，它就进来了。好，你看开了这么多端口。还不少。好，这也是一种，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种，比如说扫这某一个 IP 的所有的 TCP 端口，这就是从1到65535端口全都扫一遍了。当然结果跟这个都是一样的，都会扫出来的结果就会直接被放到这个 target 目录下。好，或者快速的 OS detect， 那么这都是 Nmap 进行扫描了。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MSF 扫描。MSF 扫描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在这儿已经发现了这个目标，然后在上面直接点右键选这个扫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这样选一个 MSF 扫描，或者是从这里面。或者是我在这儿先点中它，然后再来选 MSF 扫描，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当前我们选中这个 IP 也会被自动填到这里面来，然后你点 OK， 那么它就又开始一个扫描。现在我们看这已经好几个标签了，每做一次动作，每一个任务，那么都会单独的放到一个这个标签里面去。而这个 MSF 这个扫描呢，它这个还是有个 bug 的。所以还是2host 的那个问题，还需要手动的给它修正一下，21.2，转上勾，好，这个也有这个问题 ，set rhost。好，扫完了。扫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扫描结果出来了。根据这个扫描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说这是一个这个Windows XP 的这么一个目标机器。这是 21.8， 这边图标比较大，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然后 21.2 呢，目前还不确定，它有可能是个设备，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这个 Linux 啊或者什么 Unix 等等其他的这个操作系统。21.2 我们看它是开放了这个22端口的，22端口上有这个 OpenSSH 5.8 这个服务的。好，那么这是导入、手动添加 Nmap 扫描，然后这个 MSF 扫描，这已经4种方式了。然后最后还有一种就是 DNS 枚举。DNS 枚举的话，就是你指定一个域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百度.com， 我们要对这个域名来进行枚举，通过枚举它的 DNS 记录来发现这个域下有哪些个这个 IP 有哪些个机器的存在。那么域名我们指定了，然后接下来呢，那这个你要扫描哪种类型的记录呢？ A 记录，然后这个区域传输，
然后这个 CNAME， 还有 MX、NS， 这些都是我们要扫描的记录类型。这个 RVL 这种类型很少见，默认没有选。然后这个 SOV 起始授权，然后 SRV， 然后 Text，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你要扫这个域里面所有的主机记录的话，其实和我们之前在最早的这个章节里面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使用字典来进行这个域名的这种注册信息的这个暴力破解啊，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比如说当前使用的这个模块，这也是这个 MSF 里面的其实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作用就是来枚举这个 DNS 记录的。所以这儿呢你也必须要给它一个这个字典。你使用之前这个第一章还第二章我们给它使用的那个字典文件也可以，或者使用它自己默认自带的这个字典也是 OK 的。一切都选好之后，然后我们点 Launch， 那么它就会使用这个字典里面的这些个字符组合来和这个百度.com 这个域名来进行结合。比如说 a.百度.com、b.百度.com、3w.百度.com 来这个挨个去尝试，看看它有没有 A 记录是 A. 百度的，然后这个能不能区域传输，然后 CNAME 有没有这个 A. 百度.com， 挨个试一遍。好，我们点 Launch。一旦 Launch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左边在开始工作了，右边也会看到这个信息，说这个小明净小明一个人忙活了。那么小明又 Launch 了一个 DNS 枚举的这么一个对百度.com 这个域做了这么一个操作。因为这个字典可能稍微有点大，所以这个任务呢还在后台去这个运行着，所以结果可能还没完全出来。NS 记录，刚是这个 NS 记录，然后 CNAME 记录，然后这个又来了一遍 NS 记录，这个 MX 记录SOA 记录，它就把所有记录类型都我们选择的那些记录类型都尝试一遍。扫描完成这些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标签关掉了，否则的话这个窗口会越来越拥挤了。好 ，SRV。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好像没发现什么新的这个 IP 进来啊，是不是还没有完成呢？这个枚举的这个还没有完成，还在后台运行着呢。好，先不管它了。我们看这个 Jobs 敲完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有两个这个 exploit 这个 multi-handler 使用 Windows Meterpreter Shell 的，现在多了两个。实际原因呢，就在于说这个现在有两个人登录进来，哪个人登录进来，那么他使用 Hermitage 登录到服务器的时候，都会创建一个这个。但是这些个真听呢，其实两个人都能用。不管说，假如说这个是小明建的，这个是汤姆建的，但是呢，汤姆也可以使用小明建的这个真听的这个 Meterpreter Shell 的真听，然后这个小明也可以使用汤姆创建的这个 Meterpreter 的这个 Shell 真听。对，这就是说一个人创建的资源，其他的人只要是一个团队的人都可以用。好，我们不管它了，就让这个模块先这么执行到这儿吧。好，这是几种这个添加主机进来的方法。当然添加了这么多呢，这个可能有些不是我们想要的机器，或者你已经检查完了，发现它根本没什么漏洞可利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给这个 remove。好，我们可以一次多选几个 remove 掉它 ，remove。小明 remove 了7个，小明又 remove 了26个，最后小明又 remove 了1个。你删东西，那么这个事儿大家也都看得见。你干活往里加东西，大家也看得见，然后这个删东西也看得见。好，20.8这个我们也不要。我们看那个 XP 的，我们下面这个靶机就拿这 XP 的1台来给大家做演示了。21.94 Host 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全端口扫描 192.168.21.94， 然后同时做一个 MSF 扫描 192.168.21.94， 一个 MF 扫描，一个 MSF 扫描，两个同时。好，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呢，就可以把你要渗透测试去发现漏洞的这些目标机器的 IP 都给它这个添加进来。发现了之后，那你就对它的这个端口，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端口扫描，就挨个端口都扫描，然后再扫它每个开放的端口上的服务呢，就挨个去扫一下。好，扫描之后，那么收集信息就已经收集差不多了。好，扫描完成。好，扫描完你也发现它是一个 Windows XP， 然后甚至中文语言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系统 21.94 这台电脑。好，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上面这个点右键，那么你可以这个，如果你知道它上面的一个账号密码，因为有这个 SMB 服务嘛，所以你就可以 login 用它的账号和密码来进行登录。登录之后，其实就可以获得一个 shell， 或者查看它开放了哪些端口呢？这是它开放的端口，查看这些信息。扫描已经说过了 ，OK。然后比如说我们给它这个 set 一个 level， 就这个 21.94 这台机器给它 set 一个 level， 比如说这是这个Big Boss， 说这是大老板的机器，你先给它这个标记一下。然后这个防火墙，那么比如说我们也给它 set 一个 level， 比如说这个也是 Big Boss， 比如说这是大老板自己这个专用的那个防火墙。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们这个扫描这个网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有这个10几、20、30几台这个机器 IP 目标 IP 都会出现。那当这个 IP 目标多的时候呢，然后你扫描完成之后，你会发现这30几个机器都放在这么一个窗口里面，会有点混乱。然后你想找一个机器呢，也不好找。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了把这个工作任务清晰化一点，可以来做一些个这个工作区。所谓工作区呢，其实就是一些筛选条件，比如说满足什么什么条件的机器，我把它放到一个工作区，这样可以把比如说刚才30多个机器，你按这30多个机器的不同特征，比如说你发现这个财务部可能有7、8台机器，然后这个 IT 运维部，然后有这个7、8台机器，然后这个大老板那儿有个3、4台机器，然后这个你可以把这些机器的 IP 呢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比如说 IP 啊，然后这个标签啊，这个什么 Big Boss 这种标签啊，可以依据这些条件来给它分到不同的这个工作区里面。
其实这个工作区呢，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显示筛选器，就是我当前选择一个这个筛选条件，满足这个筛选条件的机器给我显示出来，其他的不满足筛选条件的机器都给我隐藏起来。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这么一个显示筛选器。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workspace， 就是工作区，然后 manage 就是管理。管理呢，现在是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进行管理之前呢，大家都在一个工作区里面，都是默认这个工作区。然后下面你就可以来 add， 说先添加一个这个工作区，取个名吧，随便了，就叫1吧。然后你可以按什么来这个进行过滤呢？你可以按 IP 地址来进行过滤，比如说 192.168.100.0/24， 凡是这一个网段的机器，我都把它放到这个这个工作区里面，或者按端口来也行，说凡是开445端口的，那么都放到一个工作区，就是你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设定这个工作区，比如说这个名就叫这个100吧，因为100这个网段嘛，我们就叫这个 segment 100 seg100 OK。那么如果你给了这个条件，那么就是这个网段的机器就会被放到这个工作区里面。当然你还可以加更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筛选条件，这个网段的都开着445端口的，然后是什么这个 XP 系统的等等等等，这样都可以加更多的条件，就是把这个筛选的结果更加的精细化，更加的这个颗粒度更加细致。好，假如说现在我们就通过 IP 来进行创建一个 seg100 的这么一个segment 100这么一个工作区，比如说点 add， add 之后呢，那么你需要把它给 active 激活它。激活之后呢，你会发现，因为你给的这个工作区它的筛选条件是 100.0 这个网段里的机器才属于这个工作区，也就属于这个筛选条件，所以现在你在这儿看到的就只有这个 100.1。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工作区这个东西它是这个用户间互相独立的，工作区之间的信息不会说大家共享，不会说我做了一个工作区，然后你这边也使用我这个工作区的信息，你这边这个还是原来的那个默认的一个工作区。工作区这个事儿不是在多个用户之间共享的，它和其他的我们说在 event log 里面看到的所有这些信息都不一样。工作区是一个个人视角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动态显示筛选。为什么说动态显示筛选呢？就假如说现在我这个就整个的工作区里面又加了一个 100.2 或者 100.3 这个 IP 进来的话，那么你不用指令，因为它满足这个 100.0 这个网段这个筛选条件，所以它会自动的被加入到这个工作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你只要满足这条件，它动态的自己就会被加入到这个工作区。好，那我再加一个 segment-21， 比如说这回我来给 192.168.21.0/24 给这个网段建立一个这个工作区，而且我要让它说445端口要开着的。好 add， 然后呢我把它 active 激活一下，激活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就只显示这一台机器了，因为我现在 active 激活的这个工作区只有这一个，所以就只有这一个这个机器会被显示出来。好，那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再 add 说这个我再建一个工作区叫 Big Boss， 然后 Big Boss 它的这个筛选条件呢，键盘又出问题了。Big Boss 它的筛选条件呢是 Level， 只要是 Level 都是 Big Boss 的
那么它们都属于一个工作区。好，我加了这么一个这个工作区 Big Boss， 它的筛选条件是标签是这个 Big Boss。那我激活它你会发现这个 PC 它的标签是 Big Boss， 这个防火墙它的标签也是 Big Boss， 所以它俩都满足这个工作区的这个筛选条件。所以如果说激活了这个工作区，大家都出现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工作区它的一个用途。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工作区是一个个人视角的，它不是这个整个这个 team 视角的，不是这个团队视角的，一个目标 IP 目标主机的一个动态的显示筛选条件，这么一个东西，这叫一个工作区。同一个 team 的队员都是自定义工作区的，不会和其他的队员共享同一个工作区，因为每个人他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筛选条件，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使用同一个这个工作区，说一个人把这个工作区这个激活了，那所有人都看不见其他的这个工作区以外的这个 IP 主机的信息都看不见，那这是有问题的，这就不是一个团队协作了，而是团队都被这个固定在同一视角上去看东西，那么就效率不但没有提高，反倒是浪费了。因为我们说团队，那么就是你干 A， 他干 B， 他干 C， 然后我们同时进行，然后1个小时之后，你把 A 干完了，他把 B 干完了，另外一个人把 C 也干完了，3件任务同时完成，但只花了1个小时。如果说你让大家都干同一件事情的话，那么1个小时过去了，大家3个人干完了一件事情，这样的话我就需要再花1个小时干完第2件事情，再花1个小时干完第3件事情，所以这个效率就没有提升，3个人等于是始终有2个人在浪费。好，那么我们可以基于地址 IP 地址主机名也可以就这个 host， 或者基于端口，基于操作系统类型是 XP 啊还是 Linux 啊，然后基于标签来进行划分都 OK。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基本的这工作环境操作环境的这个介绍呢已经差不多到这儿，然后再接下来往下面我们就是要具体使用这个 Armitage 来进行这个渗透测试的所有的工作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渗透测试工作的内容，而不是说对这个环境怎么去使用怎么筛选，已经不是这个层面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 payload。我们之前说如果说目标系统是有这个漏洞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扫描呢，先把这几个工作区我们先关了。我们刚才通过扫描已经发现了这2个目标 IP 了，然后你通过查看它的 service， 你会发现它开了445端口，而且是一个 XP SP3 版本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通过这一系列的信息，你应该在脑子里应该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这台机器有可能存在这个 MS08067 这种漏洞，因为看它这个版本，这个 XP SP3 这个版本的这个信息就值得怀疑。那么如果说你怀疑这件事情呢，其实你就可以先来找一个这个比如说漏洞利用模块，我们说这个 MS08-067， 找到这模块你就可以来试一下，你有没有啊？我来试一下这个用这模块来试试你。你看 lhost 本地真听这个地址是这个 21.31， 就是我卡里这台机器，然后本地真听的端口是22738，然后这个 rhost 就是目标机器是 21.94， 也就是 XP 那台机器，然后目标 IP 端口是445，然后这个 target 我们得指一下，因为刚才我们通过扫描已经发现了这台机器的是 XP SP3 中文版的 target， 然后我们使用反弹连接，就如果你有这个漏洞，那我就把 payload 传给你，然后你反弹连接我，连接我谁呢？连接我这个 IP 这个端口，当然你把它改成444也可以，这个端口都是现在 Armitage 替我们去这个随机选择的。好，那你可以选 Launch，
那么这个过程就不用我们再说 use 这个模块完整的这个 exploit window SMB， 然后 MS08067 这个 use 不用敲了，然后再 show option， 然后再 set lhost set lport set rhost set rport 等等等等，然后再 set target 等等，这一系列命令全都不用敲了，我们就点了2下鼠标，说想找哪个模块就找一下就 OK 了。啊，这比这个命令行的这个执行效率已经高很多了。然后下面我们来 launch， 好，现在开始 launch。实际你看到它这个所有的动作跟我们这个在 MSF console 下使用的命令完全是一样的。先 use， 然后再 set target， 然后再 set payload， 然后这个 set lhost set lport， 然后 set SMB browser， 然后这个 set rport set rhost exploit 杠勾，这一系列命令我们都没敲，就简单点了几下鼠标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图标的样子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从刚才的那个一个窗口的样子，然后上面变成了很多好像有闪电，好像这个破裂这样的一个这个闪电的这么一个效果，说明这台机器有漏洞，而且这个漏洞已经被我们成功利用，并且建立了 session 之后的这个目标机器，那么它就会显示成这种，就我无论说获得了你的 IP， 还是说利用了你的漏洞，总之我现在可以控制你，我可以登录到你的机器上了，对你实现一定的管理的权限了。那么这种情况，它的这个图标就会变成这种类似像这个被电击、被闪电这个缠绕的这么一个主机的图标了。而且你当前在这台机器上取得的是什么样的权限，在这儿也显示出来了，是 system， 因为利用了这个漏洞取得的权限就是 system 这个权限。那么当然在下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这个 MeterPret Session 1已经 open 了。然后呢，我们习惯是在命令行下敲一个 session， 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 session 1了。那其实在图形化界面下，你点右键，同样这也有一个这个 MeterPret 1。当然你要知道账号密码呢，你可以 login， 然后不知道账号密码，但是你现在通过漏洞进去了，你这儿也多了一个 MeterPret 的这个下拉菜单。在这个下拉菜单下，你又有更多的这个选项可以去做。那么这个选项呢，我稍后再来给大家说。那么这个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我先去找到一个漏洞利用模块，然后呢去这个在目标机器对目标机器来使用这个漏洞利用模块的这个漏洞利用代码，看能不能成功。如果成功了，那么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不成功呢，可能目标系统上是没有这个漏洞的，那我们对那个目标机器去使用这个漏洞利用模块，那结果就是不成功的，人家还是这个没有闪电的那个图标。那么比如说我就不再开这个虚拟机了，比如说吧，这个我们再加一个 IP 进来，我们再扫一个 60.4。我们稍等一下啊，让它把这个扫完了。扫完之后呢，这会多出来一个这个IP， 就是 60.4。我们使用 MSF 也对这个 IP 来扫一下，因为这个Metasploit 里面那些模块，用这些模块
来进行扫描的时候呢，往往会得到一些个更加准确的一些个系统信息。好，60.4。好，我们还是把这个 bug 修理一下，把这个 IP 手动的输一下。让这个脚本所有的这个扫描任务全都完成。我们看到这是一个2003 SP2 版本的这个操作系统。那我一看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呢，我也怀疑它是不是也会有这个 MS08067 这个漏洞呢？所以我们先选中它，然后再来双击 MS08067。好，这些个 IP 啊、什么端口啊都已经替我们选好了。然后这个2003 SP2。我们找找这个 target 应该选哪个？2003 SP2 版本的，那么这有一个英文版，我们看有没有中文版？没有中文版的，那么就选英文版吧。假如说 target 选64，然后使用反弹连接 launch 对这个 60.4 这台机器也运行这个漏洞利用代码。看看结果怎么样？如果它也有这个漏洞，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些这个电机的这种一个类似于 XP 这样的一个结果。尝试去触发这个漏洞，但是你会发现没有结果，说明这台机器是不包含这样一个漏洞的。所以遇到这种类型的人家没有这个漏洞，你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这个漏洞的话，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interpreter， 我们把它给 kill 掉。kill 掉呢，就是刚才那个 session 给它断开，这个 session 1给它 close 了。close 之后呢，那么它现在是我们没有建立 session 的，它也不是有那个闪电的形状的。那么假设说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漏洞没有拿到这个控制权，那怎么办呢？就是换一种思路嘛，就是一看这是一个 PC 端的操作系统，那么一定是这个机器是一个办公电脑，那么它会有一个使用人，那我就去跟他套关系，然后这个跟他聊聊天，跟这台机器的使用者聊聊天，然后骗他说我发给你一个东西，然后你运行一下就会有一个好的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给他什么呢？我们发给他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发给他一个 payload， 而这个 payload 是什么呢？是 Windows 这个 payload Windows 找 post，sorry， 我找错地儿了，我得找 payload 下的 Windows， 然后 Meterpreter 这个 reverse TCP， 好，我们找到这个，对吧？这是我们太熟了，这个几乎每天都在用这个Meterpreter 的 shell， 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 payload， 我们双击它。比如说目标系统没有开放这个直接有漏洞的这个服务端口，我没办法直接攻进去，那我就换一个方式，用那种被动的这个攻击方式，或者社会工程学的那种欺骗目标机器来执行我这个 payload 的这种攻击方式。好，双击这个 reverse TCP，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编码
然后这个本地真听 IP 本地真听端口，然后这个10144这个端口，然后这个模板我们就不改了，然后这个输出成什么呢？输出成一个 EXE， 好，10114，我们把这个端口改一下，这不好记。比如说还是我们最常用的4444这个端口 ，launch， 然后 a.exe 保存成这个文件，好，保存了。好，保存成这个 a.exe 这个文件了，这回它不是0了。刚才我们那个上一小节那演示可能是有问题，这回没问题。这是 a.exe 这个执行程序。那么我们有了这个 payload， 我们要把它发给这个 21.94 这个使用人，骗他，让他来执行这个 payload。那么一旦执行它，那么它就会来反弹连接我这个服务端了。好，那么我们怎么骗他来这个怎么把它发给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把这个阿帕奇打开，打开完了之后呢，把 a.exe 拷贝到 web 目录下，然后和这个 21.94 的那台机器的使用人去拉近乎，说我给你一个 URL 地址，你上去下载一个东西，那么下载下来呢，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然后这个 21.94 这个机器的使用者呢就受骗了。192.168.21.31， 这是这个卡里那台机器的 IP， 然后下载它上面的 a.exe 这个执行程序，好，保存它。好，下载下来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双击它了。双击它执行，因为一旦双击它执行，它就会反弹连接我这个 21.31 的4444端口。那我这个卡里这边我还没有准备好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启动真听呢，我还要这个 use multi handler， 然后 set payload 等于这个 meter-prior reverse TCP， 然后再 set 这个L port 是4444，然后 set L host 是这个 IP， 我还要敲那些命令呢。但是呢，敲那些命令呢是在这个 MSF console 那个字符界面的操作界面上，我们需要那么做。但是现在我们在 Armitage 这个图形化界面里面，我们要做的这个任务呢就比较简单了。大家看这个，现在要启动真听4444端口，使用 Windows meter-prior reverse TCP 这个 payload。好，我下面开始操作了，点击 Armitage 这个菜单，然后在里面有一个 Listener， 然后选择这个 Reverse 反弹我的时候，我的这个真听。好，我真听哪个端口呢？4444端口，然后真听什么 shell 呢 ？meter-prior shell， 然后 Start，OK， 完成了。刚才我说 use 它，然后 set 什么什么。那一大堆的这个命令我就都不用敲了，我就在图形化界面只输入了4444这一个端口号，点了2下鼠标，我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我就已经启动了真听4444端口的这个真听了。好，这个真听我们就创建好了，是不是比这个字符界面下敲那么多命令要来的方便的多吧？然后呢，下面我们来在 XP 上，比如说现在 XP 没有漏洞，给我们直接拿它的 shell， 那我就骗它，让它执行这个，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它受骗了，它来双击执行了这个程序。于是乎，我这边获得了一个 Session 2，然后它又变成了这种被电击了似的这种图标。但是这回呢，因为我们是这个
是骗他以当前这个登录用户 YUNFH 我这个渊方红这个账号的权限来执行的这个 A.exe， 所以我现在这边虽然它也变成了闪电屏障，但拿到的不是这个 system 权限，而是当前这个 A.exe 执行程序它的上下文的这个权限，也就是还是 YUNFH 这个账号的权限。那我们点右键呢，meter shell 在这儿了。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 payload 来生成的这么一个这个反弹的 shell。那刚才我们说，既然你能生成反弹的 shell， 你在图形化界面里可以反弹，那你可不可以这个正向连接呢？就是我们也还是让这个XP 去骗它去执行一个执行程序，但这个执行程序的结果是让它在本地打开一个真空端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Armitage 图形化界面工具去远程去连那个被害者 XP 的机器，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正向的这个 bonding 去这个连接获得它的一个 shell。我们现在一直用这个 reverse 反弹的，我们现在来一个正向的，看这个怎么做。那么这个怎么做呢？我们还是说因为要骗 XP 的这个机器的使用者来执行一个在本地真听绑定某一个端口的这么样一个执行程序，所以我们的做法还是说先来到这个 payload 下面，因为目标系统是 XP， 所以 payload 下的这个 Windows 里面的 meter下的这个bonding TCP。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选择这个，那么在目标机器上就会真听一个端口，然后我们去针对这个端口去在这个卡里阶段去连这个端口，就可以拿到它的 meter shell。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演示使用的。但是呢，在这儿我想这个稍微来点变化，就是我们一直使用这个 bonding TCP， 如果使用这个的话，那么假如说使用这个，然后我们 launch 生成一个 exe 执行程序，那么这个执行程序一旦在目标系统上去运行的话，我一旦 launch 比如说生成一个 b.exe， 那么一旦在目标系统上运行，比如说这也是4444端口吧，就让 XP 来真听4444端口。如果我这样 launch 生成一个 b.exe 发给 XP 去运行的话，那么 XP 上就会打开4444端口。然后 XP 一旦打开4444端口，那么我在这个 XP 上运行 netstate-o 的话，那么在这里其实我就能看到说我的4444端口就打开真听了，它的状态是 listening 的状态。如果使用这种这个 payload 的话，它生成的这个 payload 一旦执行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真听端口是一直打开的，始终打开的。然后呢，如果你打开端口，你是在真听，你是 listening 状态，那作为目标系统的一个使用者，如果他觉得自己机器有点怪怪的了，怀疑自己机器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可能去查说我的机器是不是无缘无故的真听了某些端口呢？一看4444端口真听了，然后他再进一步通过这个真听端口去查一下它的 PID 对应哪个进程，然后这样一找，就很有可能把这个我们费了很大劲给种进去的这个后门给找到，所以这都是线索。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容易被发现，尤其我们在使用了4444这种特别典型的端口号的话，那就更容易被发现了。那有没有什么隐蔽的方法呢？我们说可以使用这个，就是bonding隐藏的 TCP 端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做完之后，大家看它实现的效果。好，我们还是双击它。你看 A host 呢，我先说一下，这个 payload 一旦生成 exe 的话，也是在这个目标也就是 XP 机器上去真听一个端口，等待着这个卡里去连这个端口，那么一连这个 shell 就拿到了。那么它的作用还是这样一个作用，只是说这个一会儿我们看它的这个实际的效果和这个 bonding TCP 的效果会有所不同。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它每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A host
A host 的意思呢是说，我允许哪台机器来连我，就是 allow 允许的这个主机，允许的主机也就是谁可以连我的端口。那么谁可以连呢？ 192.168.21.31， 也就是卡里。我要让只有卡里可以连这个端口，就是 A host。那么这个 A host 这个一会儿我再详细的再去解释。然后这个 encoder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然后我们看本地端口，我们还用这个4444吧，因为换别的端口容易忘记。我们还用4444端口，然后这个R host R host 呢，我们可以指定这个一个文本文件，把这个R host 主机的 IP 全都放到这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去。然后这个模板我们就不指了。然后输出的呢，还是一个 exe 的执行程序。好，我们先来 launch 一下，比如说生成个这个 b.exe。好，我现在生成了一个 b.exe， ls b.exe， 然后我们在 cp b.exe 到var 下的 3w 下的 html 放到这个目录下，然后跑到 XP 上，再骗这个 XP 的使用者，你再去下个 b.exe， 说这个比刚才那还好玩。好 b.exe， 然后这个人呢，假如说他又上当，又拿到了个 b.exe。好，那下面我们说，它既然是在本地bounding来侦听一个端口的，而且我们指定了4444这个端口的话，那我一旦运行了 b.exe， 它应该在本地打开这个4444端口来侦听。我们放弃它，运行。OK， 我们在任务管理器去看 b.exe 已经运行了，然后呢，它应该侦听了4444端口吧，打开4444端口来。好，我们用 netstate 让 nao 来查看，你去找 listening 状态的侦听端口有4444吗？没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刚才选择的这个 payload 不是 bounding TCP 的 payload， 而是 bounding hidden TCP， 也就是隐藏的 TCP 端口。这个端口在平时的情况下是不侦听的，不是 listening 状态的，是不打开的。那它什么时候才打开呢？只有当这个 A host 是 192.168.21.31， 只有来自于这个 IP 的，就是实际上这个 b.exe 它这个执行之后呢，那么它会侦听来自网络访问这台机器的这些个数据包，一旦有来自于 192.168.21.31 这个 IP 的来试图尝试连接我的4444端口的时候，我才在那个时候才打开4444端口，而在那之前我是不主动打开4444端口的。也就是我在这儿，我 b.exe 的这个作用是在这儿侦听着，但是我没打开具体端口，我侦听所有的这个网络来的数据包，只要这个数据包来的 IP 是这个，而且奔我的4444端口来的，只有当有这个包出现的时候，那么我才开始侦听4444端口。所以这也就是所谓这个 hidden 这种类型的这个 payload 它的作用。所以这种就更加隐蔽了。你要想去这个骗一些个初级选手，说我没打开端口啊，我没侦听端口啊，
你就可以使用这种类型的 payload。好，那么你既然没真空端口，没打开4444，那我在 Kali 这端呢 ，Kali 这端我不管你真没真定，你只要运行了 B.exe， 你没打开44端口的话，我也去连你。那怎么连呢？我们说这儿有一个 listener， 刚才我们用的是这个 reverse 的方式，这个 listener， 现在呢我们用 bounding 的方式，就是 connect to， 正向的去连。连谁呢？192.168.21.94吧，我要连它的4444端口。但大家注意，现在4444端口可是没打开的。我连想获得这个 interpreter 这种类型的这个 shell， 我们看一下，确定一下 IP 啊 ，IP 这个21.94没问题。21.94连它的4444端口，现在4444端口还没打开呢，我们连，我不管你这个开没开，我就直接连你，连，大家看到 Session 3出现了，然后我们点右键，除了刚才 Session 2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 Session 3，这个 Session 3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Hidden 端口的 TCP。这个正向 bounding connect to 连上去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net state， 你会发现4444端口出现了，它是由 21.31 来的，由这个 IP 来的连我4444端口的，有这个请求出现的时候，我才把4444端口打开，然后跟你建立连接。所以这是这个 hidden。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平时看不见 listener 状态的这个4444端口，只能看见说 established 状态的这个4444端口。好，那么这已经是这个两种方式，这个 listener 就 reverse 的 listener 还是 bounding 的 listener， 那么它的使用上都比我们之前用 MSF console 这个字符界面来的要高效。我这指了一个 IP， 指了一个端口，点了一下鼠标 connect 就连上去了，所以这个省了很多键盘敲击的动作，而且获得了2个 interpreter 的 session。当然在这儿我们现在敲命令 session， 我看看有几个 session， 1、2啊，这个2、3两个 ，OK， 跟这个之前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还可以说这个使用这个 MS08067 再获得一个 session， 就在一台机器上建立3个 session， 那也是 OK 的。好，这是通过生成 payload 的方式，我们生成了2种 payload， 一种是这个 bounding 一个端口的，而且 bounding 了一个隐藏端口的，然后呢第二种是这个 reverse 的反弹 shell 的，这么2种。好，这个我们刚才说 MS08067 那个我们已经演示过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们使用一些个这个，我们再多给大家介绍几种吧，比如说这个我们把那个 MS08067 那个也给它建立起来一个 session， 我们使用这个，然后 IP 端口也都没问题，然后这个 target 34 reverse launch， 我们再获得一个 session， 我们多来几种 payload 啊，多来几种这个漏洞利用模块，给大家让大家多熟悉一下这个 Armitage 下面的这个使用方式。然后这个 session 4也出现了，然后我们点右键看2、3、4，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再使用一个这个 browser autopun， 我们用这个 autopun 2吧。比如说我们下面用这个模块，然后创建一堆的这个伪装的这个 web 站点，然后骗客户端来连我，骗那个 XT 来连我，而 XT 的浏览器上因为有漏洞，所以当它连我这个伪造出来这个服务器端的时候，
我的这个漏洞利用代码就会下发到客户端浏览器上去执行，进而利用它的漏洞，攻破它的漏洞，实现 payload 的执行。好，那么我真听的这个伪造的这个网站的端口呢是8080端口，然后这个地址是真听地址，是服务地址，是所有地址，然后这个路径这个我们可以改一下，就让它跟目录吧，否则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个随机这个路径，就敲起来会这个很难敲，那么就来个跟目录。好 ，launch， 这个我们也什么都没配置，就双击了打开这个模块，然后指定了一下这个 URI 的这个跟路径 launch， 这个模块就被执行了。我们看跟之前这个用 MSF console 那个界面，一个一个键盘，一个一个字母去敲，效率是不是高了很多？好，我们把之前那些没用的这个标签都给它关掉。这个 event log 可以留着，因为这个是大量的这个信息的出现的地方。啊，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汤姆也可以利用234，这个由小明这个获取来的这个 session， 汤姆这边也可以用，所以大家是一个 team， 有资源大家一起用。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模块现在已经运行起来了，运行完了之后呢，它生成了这样一个的这个网址。我们只要让这个 XP 那台机器访问这个网址 ，XP 的浏览器因为有漏洞，有我们这里面列出来的这些漏洞，所以它就会中招。中招之后呢，它就会再给我们建立一个 session 给我们。好，我们到 XP 上，打开浏览器。重新来复制一下。粘贴啊，好，实际你看它访问了好多遍这个21.31的8080这个端口。然后我们回到卡利上来看一下吧，啊，这边已经有一个这个漏洞被利用了，利用完了之后呢，生成了一个 session 5。我们到这儿再来看一下，234之外又多了一个5，说明那个浏览器上面有一个漏洞，又被我们刚才使用这个 AutoPump 这个 Browser AutoPump 给成功利用了一下。好，因为浏览器也使用是 YUNFH 这个账号的权限运行的，所以我们获得的通过浏览器漏洞获得的这个权限呢，也是 YUNFH 这个账号的权限。好，那么应该大家已经清楚说，在 Army Page 下面怎么用这些模块啊，然后怎么去这个诱使对方来点我们的这个页面呢，或者怎么准备啊，然后如何主动攻击啊，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4个 session， 然后这4个 session 呢，4是这个 system 权限的，然后其他几个是这个YUNFH 这个账号的权限的。好，那么有了这几个这个 Meterpreter 的这个 session 之后，我们能在此基础上做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个命令行下，我们可以 session-i， 然后这个比如说进入4这个 session， 但是我们在这个 View Console 打开 Console 界面 session-i 5，那么可以进入这个 Meterpreter， 然后呢再来 help， 可以在 Meterpreter 下面这些命令，比如说什么这个 get UID， 可以查一下我当前是谁，然后 get PID 我当前运行的进程号，然
这个 get system， 我提权，把自己提成这个 system， 然后再来 get UID， 看好我已经是 system 了。那么在这个命令行下，我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现在在图形化界面下，比如说这个 meterpreter 4，然后在这儿我能做什么呢？比如说5吧，5，我这儿也可以提权。那么提权呢，可以使用这么多的这个 local 目录下的这些个这个漏洞利用模块来进行提权。看有这么多的选择。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没拿到管理员权限的话，你想提权，那么这些漏洞利用模块你都可以选。我们随便来一个，比如说我来个新点的吧，这个15年的，随便来，随便来一个吧，就14这个吧，14009。我们说运行这个那么这个是8.1 Windows 8.1的，适用于 Windows 8.1，那我们还得找一个稍微老点的，支持这个 XP 的，这都是太新了，我们 XP 太旧了。XP SP2 SP3 就是说这个吧，然后在它上面来运行这个基于现有这个 session。基于现有的一个 session 2来运行这个本地漏洞利用模块，这个其实你可以改，你把它改成5也行，基于5这个现有的这个 session， 或者像这个参数，大家注意这个左侧参数这儿如果有加号的话，这些你是可以这个双击的，双击就可以打开选择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payload， 你就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这个 payload。然后这个 session 呢，因为有多个 session， 2、3、4、5 4个 session 呢，所以你也可以手动去选，你可以选5这个 session，select OK， 然后 launch， 看这本地提权session 已经是这个 system 了，然后那我们就这个换一个这个 session 2还没有提成这个 system 呢。这样提权才有意义嘛？你都 system 了，还提什么 system 呢？比如说 XP SP2 SP3， 好，运行。看看，哎，没有新的这个 session 出来啊。可能这个漏洞利用模块没执行成功，那么我们再拿这个不行，这个不适用于 XP， 这是2000到Win7都适用啊。好，那我们试试这个，看这个成不成。哟，这个漏洞利用模块用坏了，咱们把这2、3、4、5几个全给弄关了，是吧？这机器已经死机了，这边的确报错了。这个漏洞利用模块你也得这个慎重着点选，不能乱选，选坏了就把整个目标系统给搞崩了，崩了的话，这个就不好弄了。好，我们把它这个重新启动一下吧。重启动的话，刚才那几个 session 它就都没了。即使不重启，因为刚才那个漏洞利用模块这个选的不好，也已经是把目标系统给这个搞崩溃了。那如果目标系统是 Win7的话呢，你也可以这个 bypass UAC 啊等等等等，用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其他的模块。
好，我们稍等一下，等那个 XP 来启动起来，然后我们再重新获得它的一个 session。好，已经起来了，还挺快。起来的话呢，我们还用这个08067吧，这个是最好用的，而且最简单通俗。好，双击这儿什么都不用改啊，这儿改一个这个 target， 选一下。好，又拿到一个 session， 它又被电了。拿到这个之后呢，我们现在关键是看这个基于已有的这个 Meterpreter Session 基础之上，我们能在这个图形化界面里面做更多的什么事情。好，第一个这个提选，我们说有这么多的模块可以用，当然你得选好了，这个选不好的话，有可能把目标系统就给弄死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提选，然后 Stolen Token 就是偷你的这个 token 信息。我们选这个 Stolen Token 的话，我们把这个其他没用的这个标签就给它关一关啊，太多乱。好，我们说就是 Stolen Token， 那么 Stolen Token 的话呢，就可以把自己伪装成功，把自己伪装成这个 XP 下的这个 YNFH 这个账号，因为这是你现在已有的这个 delegation 这个的这种这个 token 类型，我们这个伪装呢，就把自己伪装成这个 YNFH。好，那么 reverse to self 就再把自己还原回这个 system。对吧？就我可以伪装成你，伪装完了之后，我再还原回自己，然后 get UID refresh 刷新一下。如果目标系统上又有新的账号登录上来的话，又有新的这个 token 可以去这个伪装的话，那么 refresh 一下就会看见新的了。好，这是这个stolen token， 就是伪装成别人。然后 dump hash 我可以用这注册表方式，也可以用 LSA 这种方式，也可以用这个 WDEXIST 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先用这个吧，来试一下，就是 hash dump 就获取这些个这个密码啊，这个哈希呀，这些个这个值。好，然后这是一种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注册表方式来获取。注册表方式呢，就是利用已有的 session 6，然后这个来获取。它会先查什么 6K 啊等等这些信息，查完之后，最后来获取，通过注册表里面的这个，来先获取 6K， 然后解密之后，然后来获取这个哈希值。当然，跟刚才的这个上一种方法获取的这个哈希值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 WDEXIST 呢，利用现有的这个 session 6来获取。WDEXIST 是有可能直接获取到这个密码的。那么一看空密码，这个空密码，这就直接把明文密码给这个获取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它给重新设一下密码吧，net user YNFH 12345，设一个简单密码 ，OK。这是 hash dump， 我们通过 hash dump 获取的这些个 dump 下来的信息呢，我们可以通过 view， 然后这个lot 来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获取的这个 hash dump 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我来 view 一下，这是刚才获取的这个结果。好，那么下面
我再来这个，因为我改了密码了，我再重新来这个获取一下，我用 wdz 这种方式。我们把它给退出登录，重新登录一下，注销，1234566，登录成功之后，我们再到这个wdz OK， 看到了吧？重新登录之后，那么使用 wdz 的这种方法就可以直接获取到它的这个英文密码了。然后呢，如果说这边 hash 看这个收取这个新的这个 hash 信息的话，那么你会发现 YUNFH 这个哈希值也发生变化了。如果是空密码的话，都是这个值，都是31D6开头的。administrator 是这个，然后这个 guest 也是这个。那么凡是你一看这个前面是什么 AAD3，然后这个后面这一段是31D6开头的，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这个账号是空密码。这个哈希值大家应该把它给记住，就是这个就表示是空密码的这个哈希值。好，然后看还有别的什么，这个 persistence 就是持久化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就是在下次重启的时候，那么它会随着计算机的重启，然后这个 payload 也会自动的重启，然后和服务器端来连接起来，那么这就持久化。那么反弹的这个真听端口呢，比如说我们还是给它改成4444端口吧，我反弹连我这个 IP 的这个端口，那么到时候真听的时候我也好真听这个端口。好 ，OK launch， 你看这个持久化的话，就是在它的注册表里增加一些个这个自动启动项，也就是在这个 HK Local Machine 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ersion Run 下面增加了这么一项。如果你想清除这个的话呢，运行这个东西，用 RC 这个 RC 文件，这个资源文件运行它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增加的这一项给它去除掉。好，我们先留着吧。啊，这是持久化了。就下次重启的话，如果你现在发现了它有这个机器有问题，把进程杀掉了，下次重启的时候它又回来了。然后这个 pass session，pass session 呢，管理内存的这个 payload 的注入。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啊，它做了一个这个。把它转移到这个 Notepad， 又建立了一个新的 session 7了，就是基于刚才6那个 session， 然后又建立一个新的7这个 session。好，我们还是基于6，看其他的这个选项。第一个这个 access 就访问目标，这几个我们都已经给大家看了一遍了。啊，下面交互。Interact 交互，命令行交互，就操作系统的那个命令行交互。啊，怎么没反应啊？我们等它一下，先让它等会儿。我们先看下一个 Meterpreter Shell， 啊，这个 Meterpreter Shell， 那么我们这儿就可以这个什么 get UID 啊，get UID， 然后 get PID， 怎么都没反应啊？是不是又挂了？
我们用7吧，用7来试一下。我们把7先 kill 了。这两个 session 好像有点问题了，现在 interpreter shell， 然后 shell 好像也有点问题，我们重新来获取一下这个，还是利用这个漏洞来先把已有的 session 给它 kill 了 ，kill 完之后，然后我们再重新08-067，重新利用这个漏洞来获得它的 session。reverse， 好，这个 interpret session 8来了，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command shell， 还是没什么反应。不行，我们一会儿就把那个 XP 重启一下啊，我们先再试一下。我们再试试别的。我们这回运行一个 VNC desktop。好像那个 XP 是有点问题。我们把 XP 再重启一下吧。哎呦，这被关了。好，我们这回换汤姆这边来试一下，刚才一直用小明来这个工作了，现在用汤姆这边。1、2、3、4、5、6。一上来自己就弹上来了，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给它加了这个 persistence， 就持久化了。所以一上来我们这个 session 就已经获得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VNC 吧。好，这回 OK 了。VNC 这个 interpreter shell 下的这个命令执行完成之后呢，这个它提示我们这个命令这个模块已经执行完了。执行完之后说你使用这个VNC 的这个 view 工具去连接192.168.21.31，也就是连接我卡里自己这台机器的5986这个端口。为什么连接自己这台机器的5986端口呢？因为自己的这个本机的这个端口被映射到了目标的这个端口上面，所以就是这个 XP 的这个 VNC 服务的这个端口上面。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本机的127 target 的这个7886等等，反正做的这个端口转发，start 端口转发。总之这个端口转发就类似于说我跟你之间建立了一个隧道，那么我只要连本机的这个端口，那么就等于是连到了 XP 的那个 VNC 的这个桌面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个VNC view 连谁呢？连自己 192.168.21.31 的5986端口。OK， 看到了，连自己本机的一个端口，
就访问到了目标机器的这个桌面。然后我们打开它的电脑是可以操作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做的所有的操作呢，其实也同时实时反映到了这个对端机器上。我们打开 C 盘，然后我们回到Kali上一看，哦 ，C 盘被打开了。好，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VNC 这个看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看这个 Explorer 呢就是浏览什么呢？先看看文件吧。这个，好，这是当前在 C 盘 Document Setting 这个 VNFH 这个账号的主目录下。然后我们可以往上来一级，再往上来一级到 C 盘根目录啊 ，C 盘根目录有这么些个文件，你点右键可以去 delete 它，然后查看它，这个还是这个 download 它，都是 OK 的。啊，这里面没东西，或者比如说我把它给 delete 删掉，然后 refresh。然后或者是我新建一个目录 A， 好，没事儿，然后再 refresh， list driver， 查看目标机器上有几个驱动器，有 C、D 两个。然后看看 C， 这个图形化的东西它有点慢，得有耐心，多等一下。没创建出来呀。好，没关系，我们看其他的，或者你上传一个，然后显示这个进程，哟，这边什么 timeout wait for command to complete， 刚才那几个命令没结束，现在都超时了，可能又是这个我们工作量有点大。然后目标那边有点承受不住了，这还可以这个做键盘记录器，哎呀，终于出来了，好慢好慢。哎，我是看什么了？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慢呢？也还可以吧，好吧，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这个5A 也刷出来了，然后AutoEXEC.bat 也删掉了，刚才这几个操作全都完成了。我们在这个图形化界面做操作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做，做完一个等到结果再做下一个，否则的话容易多个任务堆到一起的话，容易就出这种超时这种提示了。好，如果说我们想这个 migrate 把自己这个从当前进程迁走，然后这个或者 kill 掉，或者做这个键盘记录器，都是可以的。然后 stolen token 盗取别人的这个 token 都没问题，都是 OK 的。好，我们再看其他的 Explorer， 然后这个 log key， 这个 log key stop 就是做键盘记录器。那么键盘记录器使用已有这个 session，OK， launch 一个吧。哟，怎么又掉了？
真讨厌。我们再重新获取一个这个 session 啊，那个系统啊，刚才可能被我们这个搞太多的 session 进去，利用不同的方法获取这个 session 太多了，有点系统有点搞坏了。其实我们最好是能够把那个机器，我们这样吧，我们把这台机器给它还原一下拍照，然后再重新启动一下，否则的话后面的所有的演示可能都不会太顺利了。好，我们把这台虚拟机重新启动一下啊。好，重新启动了，然后我们把防火墙先关了。地址没变。好，我们直接 launch， 直接拿它的这个，拿它的 session。OK， 拿到 session 之后，我们再来看，这已经第11个 session 了。刚才说键盘记录器，好，我们来运行一下键盘记录器。基于已有这个11这个 session 来运行键盘记录器。好，成功迁移到 Explorer 里面，然后开始键盘记录，然后键盘记录的结果都放到了这个文件里面。OK， 好，所以剩下的我们这个，剩下我们就可以这个来查看这个文件，然后我们跑到这个 XP 上，然后我们跑到 XP 上来，敲点键盘 ，CMD 回车啊，键盘记录 CMD 回车，然后 IP configure。IP configure 啊，反应了一下，它是5秒钟这个截获一波，然后去发一次。所以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断着的，实际上它是一起敲出来的。就是5秒钟在这个 XP 上收集的键盘敲击的动作，会每5秒钟发一次给服务器端，发过来呢就是这一行。好，这个dir 回车啊 dir 回车 OK， 这边这个这个键盘记录这个窗口这儿也一直在显示着，所以我们不打开这个窗口呢，在这边也能看见键盘记录了些什么东西。好，这是键盘记录，然后屏幕快照，这个就比较简单易懂了，就是看见当前目标桌面上当前目标系统这个桌面上的这个情况，然后你还可以这个刷新，比如说这个每隔几秒钟你就手动点一下刷新。如果说目标系统这边机器这儿呢，把这个窗口给关了，然后打开这个网上邻居这个窗口了，好，那我在这边一点刷新，
就是抓一下当前目标系统最新的一个桌面状况，然后甚至可以这个 watch 10秒，然后比如说我在这边关掉它，这边因为它 watch 10秒，要这个监视你这个连续10秒的动作，所以就这边也关了。OK， 这是这个或者是还有这个 webcam， 就是你的这个摄像头。如果你那边有摄像头的话，当然我这个虚拟机是没有摄像头的。如果有摄像头的话，我直接就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看你那边长什么模样。然后或者是使用这个 post 模块，这个 post 模块呢，那就是这个 post 类型的模块。那么 post 的模块当然就是这种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这个后渗透测试阶段我们可以使用的那些个模块。哎呀，我们变得好慢呢，我把这个汤姆那个登录给它先关掉吧啊，这个机器运行就很慢了现在。然后你可以让那台机器来做这个什么这个域名解析，当然那些后渗透测试阶段那些个这个模块我们就都可以去运行了，包括什么 QAV 啦，把这个目标系统的杀毒软件给杀掉啦，然后在这个枚举一下它的这个 IE 啦等等，这样后渗透测试阶段用来这个收集信息啊，或者是这个盗取账号密码啊等等这些个动作。IE7 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收集的信息保存到这个目录下，等等等等，这个 post 模块我们都可以在这儿用了。好，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pivot 呢，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支点跳板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 set up 把它变成一个支点和跳板 21.94， 其实也就是来添加路由。那么一旦添加路由了以后，朝向这个网段去的所有的访问都经过它，由它这条路由去给我们去这个进行跳转。好，然后它既然已经添加了作为跳板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 set up 已经把它添加成跳板了。然后大家看我 ARP scan， 我再来做这个 ARP 扫描的话，这回扫描就是对这个 21.0.0.0 这个网段的所有的机器去做这个 ARP 扫描，而因为它是作为这个网段21这个网段的这个跳板支点，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攻击者看来的话，就是所有的21网段的其他的 IP 都是它的这个下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有箭头指向它的。那么我们把它改一下这个显示的模式，我们改成层级的这种显示模式，你会发现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树形结构，这是这个跳板，然后通过它我们扫描发现的这个网段里其他的这么多的这个机器，那么这些都作为它的这个下级。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的吗？ ARP 扫描也 OK 了。那么大概就把这 Meter Operator 里面这几个功能也给大家演示了一遍，然后如果不想要了你就把它 kill 了。现在我们还想要，还留着它。好，我们先来这个 zoom out 缩小点，再 zoom out 这个数量还是很多的，30多台机器应该。那么这些都属于是基于这个跳板我去再发现的，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可以手动的给它拽一拽啊，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直观了，等于是这些都是它的下级。好，那么我们把这些都了解完了之后呢，模块啊这些使用方法也都基本说的差不多了。
然后剩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菜单里面所有的这个功能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这个过一遍。这样的话，整个这个 Armitage 这个软件呢，就功能就完整了，所有的功能就都跟大家介绍到了。好 ，Meter Shell 的这个能力展示我们已经展示完了，然后剩下就是菜单功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了。好，我们先从这个 Armitage 这个菜单开始说。New Connection 就是再和这个服务端建立一个连接，这个我们已经建立过了，我们就不再说了。然后一些参数，那么这就是整个这 Armitage 这个工作环境。然后这个 console 用什么颜色，然后这个什么颜色的字体啊，什么颜色的这个背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就是操作界面，这么样一个这个所有的配置，像什么这个屏幕快照啊，用什么快捷键呐，用 Ctrl 加 P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就是使用方式上的，就对 Armitage 这个软件这个操作界面的使用上的一些个这个参数配置，所以这个跟我们做渗透测试其实关系不大，这个只是说你调一调它可能看得更舒服，颜色更鲜艳一点，这个但是没什么太大用处。好 ，Set Target View， 我们现在呢可以用这个是图形的方式来这个显示，好哪是啊？这都堆到一起去了，我们给它重新来一下层级方式。然后 zoom out， 好，重新回来啊。刚才那是这个层级方式，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列表方式。列表方式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 IP， 然后这个 IP 它的 pivot 是什么？这个 IP 它的 pivot 是什么？就是按这种方式。然后现在我已经取得了这个System 权限，好，对，按列表方式来显示，或者是按这个图形的方式来显示。图形方式显示，它默认就全给堆到一起，非常讨厌。然后我们还是给它这个按层级显示吧，或者是按这个圆的方式显示。大家看，这个也是挺恐怖的。Zoom out，Zoom out。把它拽出来。把我们这个节点的这个中心给它挑出来。好，这样看着也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就是关于这个视角你是用什么方式去看的。然后呢，下面这个是 set exploit 的 rank，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说一下这个 attack 这个目录。就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菜单了 ，attack 这个菜单。那么我们刚才说这台机器，我们是对它扫描，发现了它是什么操作系统，它有什么服务，开了哪个端口，我们怀疑它有 MS08067这个漏洞，于是乎我们尝试了一下，发现的确这个漏洞可以对它这个进行攻击，然后获取它的 system 权限。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目标机器，有的30几台甚至40几台、100-200台、几百台、几千台机器的话，那我们手动的去一个一个的去进行渗透测试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效率会比较低。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一次性的检查这些所有机器它们的是否存在漏洞，然后我这个 MSF 里面是否有针对这台机器上某个服务的这个漏洞利用代码，如果一次性想把所有的全给检测了，那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呢？其实就在这个 attack 目录里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find attack， 一旦点这个菜单的话，那么它就会对这里面所有机器，每一台机器你开了什么端口，当然这个现在我们还没对它做端口扫描，就如果做了端口扫描的话，那么它会去判断说你这台机器开了什么端口。那么
如果说你开这个端口，我在 MSF 里面 Metasploit 里面有专门针对这个端口这个服务的一个漏洞利用代码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漏洞利用代码的这个和这台机器，这个漏洞利用代码和这台机器做一个对应关系，把这个 Metasploit 里面这个数据这个漏洞利用代码所有的漏洞利用代码全搜一遍，比如说有3个是针对这台机器上面的跑的服务，一个针对 Web 的，一个针对 SSH 的，一个针对 FTP 的。假如说有3个，然后再来匹配它，说你这台机器有几种类型的服务，开了几个端口，每种类型的服务，我 Metasploit 里面有几个漏洞利用代码可以是这个针对你这个服务来进行漏洞利用的。比如说有10个，好，它有10个对应好，它有3个，它有10个，然后再来看你，然后再来看你，逐个把每一台机器上开的所有的端口对应我 MSF 里面有的可以针对你这个服务来进行漏洞利用尝试的这种漏洞利用代码模块，都一个一个跟你对应好。对应好之后，那么这就是这个 Find Attack 它做的事情。它的其实简单来说呢，那么它做的事情就是分析你每台机器的攻击面，分析你哪台机器有哪些个端口可以被我哪些个这个漏洞利用模块 exploit 这个模块来利用。有可能啊，就是当然也有可能利用不了，就是但是你开了这个端口，你开了这个服务，那么我这儿有一个对应这个端口这个服务的这个漏洞利用的模块，那么我们俩就可以匹配一下。好，那么我一旦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就Find Attack 都分析完了之后，给每台机器都Find找到了它对应的这个攻击模块之后，然后我们在这些机器上面，当你点右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多出一个 Attack 这个算是下拉列表下拉菜单。它找到我这个，比如说 60.4 吧，你找这台，我们点 Attack， 你会发现它开了很多的端口。你看它开了哪些端口 ？Service 开了这么多的端口，然后针对这些端口 ，Metasploit 里面有哪些针对这些端口的这个攻击的模块呢？好，我们看，针对它的 HTTP 的有这么一堆攻击模块啊，还没完 ，more 还有还没完 ，more 还有 more， 哇，这么多的漏洞利用模块都是针对这个 HTTP 这个服务的，哇，这大概得有上百个了。这么多的漏洞利用模块都是针对 HTTP 这个服务的，而且它的这个 HTTP 服务呢，还是这个 IIS 这种类型的这个服务器端，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些个这个漏洞利用模块呢，应该都是针对这个这种类型的这个Web Server 来进行的漏洞利用模块。然后这个 IIS 的啊，这是针对 HTTP 这种这个协议类型，然后 IIS 的有这么几个啊，这个少，只有4个。然后针对这个那台机器上，这台机器上还装着这个 SQL Server， 针对 SQL Server 的有2个漏洞利用模块，然后还有 Novell， 这可能是判断错误了。针对 Oracle 的那台机器上还有 Oracle， 这么乱啊。然后这个针对代理的那台机器可能还开着什么8080端口等等的。然后这个还有Samba，然后这个 SMB、Wise。当然这里面有些可能是这个判断不准确而这个显示出来的，但是呢，你开放了这个端口，我这个Metasploit 里面有的这个漏洞利用模块能针对上你，那么我就把它都列出来了。一旦都列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来 check， 比如说检查一下吧，这个目标机器上有没有这些个这个漏洞啊？你可以点 check， 它就会把这几个都给你检查了。当然，如果说有其他机器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对它，比如说这个防火墙 FTP， 然后 HTTP 这个什么 Real Server SSH， 查查你这个 SSH 吧，这个有没有相应的 SSH 的这个漏洞？你看 Target Not Exploitable，
这个是 target not 支持检查。那么这些说明从端口上来讲，我们是可以匹配上。你开了这个端口，我有针对这个端口的一个漏洞利用模块，那么咱可以匹配上。但是实际能不能利用成呢？不一定，我们得试，得检查。但是大家会说，这个我现在这有30多台机器，如果我这有300台机器，我挨个的都去点，这儿 check 一下，这儿 check 一下，这好几百个，我得找到底儿，然后这儿 check 一下，这儿 check 一下，这一个一个点，这工作量也不小啊。这个图形化界面这个所谓效率提高好像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既然没有那么明显呢，是吧？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命令，这个叫 Holy Mary。我们都说这个哈利路亚，这个是这个基督教说这个好像这个祝福啊、福音啊这样一个这个称呼，就叫哈利路亚。但是这个哈利 Mary 呢，跟哈利路亚可能差不多，类似于说这个上帝给我力量吧，类似于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吧。为什么我要把它说成说上帝给我力量？原因就在于说，我一旦点了这个菜单的功能的话，它会把我当前这个工作区里面所有机器，你有10个对应的 exploit， 我有15个 exploit， 你有8个，我有9个，把这所有机器的所有的可能存在的 exploit 全都尝试一遍，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点了。所以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当然呢，你点这个呢，如果说机器多，你现在 target 目标机器多的话，那么也会造成很大的网络流量，造成很明显的这个网络攻击、漏洞利用的这种特征，所以它的后果也是大家需要考虑到的。所以这个 Holy Mary 呢，基本上是我们在这个实在是一个突破点都找不到，然后最后没办法，无奈之下，这个最后的一招，就是真是最后的一个办法了。就是我手动的、人工的，我也累了，眼睛也疲倦了，然后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漏洞利用的这个突破点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哈利 Mary 一下，让 Armitage 自己自动的去匹配每台机器可能存在哪样的漏洞，可以使用哪个漏洞利用代码对它进行这个漏洞利用的尝试。那么由 Armitage 自己去做这个判断。如果我一旦点了是的话， OK， 下面的工作就全都由这个 Armitage 去做了。大家可以看到，他先去查有多少个 payload， 这个有多少个 exploit， 刚才已经分析完了。然后这些目标机器，那么有哪些 payload 是可以这个给他们用的，然后就挨个去尝试。我对你先使用第一个漏洞利用代码，然后尝试合适你的这个 payload， 然后第二个尝试。如果你有10个漏洞利用模块全都尝试完了，那么我再接着尝试它，下一个可能有这个15个这个漏洞利用模块。好，先对 60.4 来尝试，然后尝试完了再对下一个机器接着尝试。大家可以看到，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得对那台机器至少已经至少已经做了端口扫描，我是确定你开了什么端口的，我才知道针对这个端口，我对你可以使用哪些个漏洞利用模块。如果你连端口都没扫描的话，像这些黑不拉几的这些机器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做端口扫描的。既然没有做端口扫描的话，那么也就无所谓说我有哪个漏洞利用模块会针对你，就一个漏洞利用模块都不会针对这些黑不拉几的机器，因为我都不知道它开了哪些端口，这端口什么都没有。好，我们看这个 Armitage 执行的过程，它只针对这个 60.4 啊、100.1 啊这几台这个已经是明确扫描完端口的这个 IP， 还有 21.94， 只对他们几个尝试。先尝试这个模块，再尝试这个模块，再尝试这个模块，挨个尝试。总之这些模块都是针对你这个 IP 上面已经发现的某个端口是对应关系的。
好，终于快完事了。OK， 完成。完成之后，如果说哪一个漏洞利用模块针对这台机器是有效的，那么相应的这个使用哪个 payload 也是 MKG 自己去判断。然后如果说利用这个漏洞利用模块，利用这个 payload 已经跟它建立了一个这个 session 的话，那么当所有的这些任务，所有的模块都尝试完了之后，等待30秒的时间，然后它会列出已经取得的 session。如果是 session 是空的，结果是空的话，那就说明你这里面这些个机器，那么没有任何 Metasploit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模块能够利用这些机器上开放的这些端口的服务的这个漏洞，可能人家就根本就没有漏洞，所以你就没办法利用人家。当然，如果说有一个漏洞被抓住了，被利用了，那么这个结果就会显示出来，可能这一下就取得了10个8个的 session， 可能10台8台机器就已经被我们这个取得控制权了，所以这是可能的结果。那么我们介绍完了这两个 Find Attack 和这个 Halle Mary 之后呢，然后回来我们看 Exploit Rank。我们为什么要先说它再回来说它呢？因为默认情况下，这个 Halle Mary 的时候，它只会选这个 Exploit 级别是 Great 以上的这种类型的这个漏洞利用模块来进行攻击，而像 Good 啊、Normal 啊、Poor 啊这些个级别的，它是没尝试的。所以虽然我们默认情况下 Halle Mary 没找到任何可利用的漏洞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儿改一下，改成 Normal 或者 Poor 的我们都尝试。改完这个之后，你可以再 Halle Mary 一下，它会把那些原本是 Good、Normal、Poor 级别的，而在刚才你做 Halle Mary 的时候，它没用的那些个漏洞利用模块，也都去尝试一遍。当然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我就不再给大家做演示了。只是说这两个菜单之间是有这么一个关联的。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 SOCKS Proxy 就是代理。我们可以把这个我现在这个卡里和这个 21.94 已经是已经建立了一个 session。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在卡里这台机器上再启动这个模块，也就是启动一个 SOC4 的这个代理服务器的话，那么也就是我卡里这台机器又做成一个这个 SOC 代理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用比如说我的物理主机，我把我的物理主机配置代理指向这个卡里这台机器。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物理主机一旦说把自己的代理指向卡里这台机器的话，而卡里这台机器因为有了又跟这个跳板机有一条这个默认的路由，然后通过这个跳板机我又能访问到21.0这个网段里的机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假设说有一些个这个商业版的这个渗透测试的工具，那么它没办法工作在卡里上，它是一个 Windows 版本或者是 macOS 版本的这个软件，那么它不能工作在这个卡里的机器上。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卡里这台机器和这个一个被攻击者已经建立了隧道，我来简单画一下。我现在假如说卡里现在它已经跟这个 XP 那台机器，它已经控制了 XP 这台机器，而利用 XP 这台机器做跳板，又可以访问到它下面的众多的这个内网的机器。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现在有一台 Windows 电脑，或者是 macOS 这个电脑 ，OS X 这个操作系统的电脑，那么它上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工具软件，那么它呢是这个没办法，这个软件是没办法工作在卡里平台上的。但是呢，我现在想利用这台电脑去直接扫描攻击这个 XP 下联的这些个内网的机器，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在我上面也装一个这个 Metasploitable， 然后
我也控制 XP， 然后再跟 XP 我也这个建立这么一条 session， 这么一条隧道，然后我再去通过它做跳板去攻击内部的机器嘛。那么这样做呢，有可能是很困难的，也有可能效率是很低的。所以既然你现在卡里已经和这个 XP 这台机器这个跳板机建立了一个 session 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利用现有这个 session 这条通信隧道，你只要在卡里上再起一个 SOX 代理，把这个macOS 这台电脑上的这个商业软件，把它给设置代理，设置指向卡里，然后代理设置到卡里上之后，然后我在这台机器上使用这个这款渗透测试软件，然后我说我要扫目标是 192.168.21.0 这个网段的这个24这个网段的这个机器，扫描这台机器上就扫描这些机器它上面的这个漏洞。那么我如果发这个指令的话，那么这些请求指令就会，因为我设了代理啊，我设了 SOX 代理，所以我的请求就会发给卡里，而卡里上有这条默认路由，说去往 21.0.0.0 的都走我这个 session， 就到了这个跳板机，然后跳板机跟这些机器是同一网段，所以就直接转发出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利用一些个和卡里不兼容的这些个工具，然后拿卡里做跳板。这时候卡里也做跳板了，它不是这个控制端。如果从这台跳板机的角度来讲，卡里是它的这个远程控制端，但从这台机器的角度来讲，卡里也是个跳板机，然后 XP 也是个跳板机，它跳了2跳，最后跳到了对方的这个内网里边。所以这就是这个 SOX 代理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全面完善的。利用这一个特点呢，我们可以把一些工作在其他系统平台上的一些个工具也一起利用起来，完成我们这个更大范围的这个渗透测试。好 ，listen 说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cript。script 呢，我们刚才一直说这个如果你觉得现有的 Armitage 它的这个功能不够全面的话呢，你可以再添加一些个 script 来扩展它的功能。那么我们在卡里里面呢，默认有一个这个 script， 我们可以 load 它进来。这一个 script 呢，在 USR share 下的Will Evasion， 大家看这名熟悉吧？就是做这个免杀的 Will Evasion， 它里面有一个 Tools 里面的 Katana， 这是这个Armitage 里面的这个脚本引擎的名字，就叫 Katana。好 ，Katana 里面有个 Will Evasion 点 Katana CNA， 好，我们把它选中。load 进来 ，load 进来的时候呢，它会问你说这个 will evasion 点 py 就点 Python 这个文件，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它的这个存放路径在哪？这个路径默认这个路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手动的去找一下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 locate will evasion， 好，找到了，就是这个。好 ，copy 完了之后，把它给粘贴进来。哎，我今天这键盘失灵了，还没办法给它粘过来了。哎，这个行，这个行。不完整，重新复制一下啊，复制，粘贴 ，OK， 就是这儿 ，OK， 好 ，load 进来这个脚本之后呢，那么我们在这个菜单上面就多出一个 will evasion。will evasion 我们都这个在免杀那章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就是用来生成免杀的 payload 的，所以我们点击这个 generate 就可以用它来生成一个免杀的 payload。好，
端口 IP 都没问题，然后可以 generate 一个 payload。这个脚本好像有问题，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个脚本好像有问题。然后这是这个 Kali 里面默认自带的一个这个脚本，是 Will Evasion 的这个脚本。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下载更多的这个 Will Evasion，下载更多的这个 Katana 的脚本。到这个目录下，这下面有大量的这个脚本 Katana Script， 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网址下面去自己多尝试吧，我在这儿就不说那么多了。好，因为我们时间也比较有限了，哎呀，已经2个多小时了呢。我这还有一点没有讲完，我们把它说完吧，因为内容也不多了啊。这个脚本这儿已经说完了，然后我们看这个下面其他的 output， 这个 aa.exe， 好，这样就生成了一个 payload 了。好，那我们看其他的，这个脚本说完了，然后 view 呢，我们就可以查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已经收集下来的信息了，什么这个已经收集下来的这些个账号密码信息，我们可以 craft 比如说 launch 做一个这个密码破解，这样的话，好，这就破解出来一个这个 YNFH 12345就破解出来一个。好，那么这是这个 view， 我们可以查看这个，还可以查看一些 download 下载的内容，然后一些个 job， 现在运行着哪些 job 呀？哎呦，我们现在这台机器运行了好多 job， 100多个、200多个、340，快400个了，300多个 job， 难怪我这机器现在感觉这么慢。然后这个 script console report， 当然这些个报告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给这个导出去，然后或者首先激活这个这些日志，什么日志呢都保存在这些目录里，比如说 Katana 的日志，这是我们刚才运行 Katana 的一些结果这没有什么结果。这个 Halle Mary 的日志这是 Halle Mary 的比较多，这个可能运行了这么多 Halle Mary， 然后最后当然也没拿到一个 session， 很可悲的。然后扫描的日志，这些我们都可以到相应的目录下去查看，我就不特别详细的说了。好，然后这个主机，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如果说你都已经检查完了，觉得没用了，数据库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清了，你可以 clean 这个 database。然后攻击这也说完了 ，Will Evasion 生成这个免杀 payload 也说完了 ，Workspace 我们也说完了。好，没有了。那么 Armitage 这款软件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了。它作为一个 Metasploit 的前端，可以一定程度上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简化我们的工作效率。然后大家注意这个 attack 这个目录，那么它 find attack 这个菜单的作用呢，是自动分析来匹配漏洞和漏洞利用代码来进行匹配的。然后 Halle Mary 呢，就是在我们把所有人为能尝试的都尝试了之后，最后如果一无所获的话，最后你还不甘心，那么这是我们最后一招，基本上等同于说上帝赐予我力量吧。然后如果说上帝也不赐予你力量，运行完这个还拿不到一个session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无能为力了，这个渗透测试就拿不到目标系统的控制权了。当然这是从 Armitage 这一个这个操作软件，或者从这个 Metasploit 这一个软件的角度说，我们拿目标系统没辙了。当然你还可以从其他的这个方面和角度去渗透，然后去挖漏洞，去找这个攻击点。好，那么 Armitage 的现状呢，
是目前已经有1年多时间没维护了，就它的作者也没维护它，所以维护不太及时，而且每维护一次也是要隔好长时间，下一次什么时间维护还不知道，也许要几年之后。所以网上一直有传言说这个项目已经荒废了，然后很多人说都已经弃用 Armitage 不用了。然后那不用 Armitage 用什么呢？那么在网上还有另外一个工具，那么它也是一个红队来做模拟这个攻防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软件，但是这款软件呢是一个商业化的软件，它是收费的，需要我们花钱去买。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介绍这款软件了，那么只告诉大家一下，这款软件的名字叫Cobalt Strike， 叫这个东西。那么它是一个商业化的软件，那么和 Armitage 属于同一类的。那么你看他们的介绍，都属于是红队的，然后团队协作的，那么一些个模拟实战的这么样一些个软件。但是在目前来讲呢，这 Armitage 这款软件仍然可用，然后它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开源免费还能用，大部分功能都还可以正常使用的这么一个 Metasploit 的前端图形化的前端工具。好，那么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了。